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本频道呢，主要教大家如何搭建一个网站。那这期教程呢，比较适合一个新手朋友，主要是告诉大家主要讲解了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购买以及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的设置。那么，无论你想建立属于你自己的一个 WordPress 博客网站，或者是一个旅游博客网站、美食博客网站，那么接下来的视频呢，都非常的适合你。那这里呢，我们想要建立一个网站，不管你是用一个平板电脑还是一个手机端，那我们都需要找到一款相对比较稳定并且又安全的一个主机。那么 WordPress 的话，它是使用最多的一个网站程序也是比较好用的一个网站程序。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主机的提供商因为我们需要租用一个服务器来储存我们的一些网站文件。那建立和运行这个博客网站，我们全程的话都会使用一个免费的工具，但是唯一呢需要我们投入的呢就是购买一个主机的费用。这里呢，小鱼儿也会教大家如何找到一个稳定并且经济又安全。那小鱼儿也会教大家如何找到一个稳定并且经济又实惠又安全的一个主机。我们这里用到的一个程序呢就是 WordPress。那这个呢也是目前使用最多的一个网站程序之一，那也是用户使用最多的一个网站程序。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选择一个主机的提供商，因为我们需要租用服务器来储存网站的一个文件。那比如说一些图片文字信息等等，这样大家就可以轻松的访问你的网站了。今天呢，我们要用的这个虚拟主机呢，名字叫 Hostinger。这里链接呢，我已经放在下面的描述栏了，大家可以去点开链接进行查看。那这个网站可以看到，我们进来它默认的一个语言呢是英文，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一个语言一个国旗，我们点一下。那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国家的语言大部分的国家的语言都有。你这里呢，我们可以甚至点一个中文。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点成一个中文。那并且还有一点呢，它的支付方式也支持我们国内的一个支付宝。那国内外的伙伴们呢都是可以。那国内外的一个伙伴呢，支付方面呢都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右上角的这个建站助手，我们点一下。那接下来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个套餐进行购买。那这里可以看到3个选项，那么它每个选项呢，它的功能都不一样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下下面的一些参数对比。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选择添加到购物车。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又多出来了一个选项这个呢就是1个月的。那1个月的费用呢是129块钱这个相当于是单月的。那这个呢，你买1年12个月的呢是 43.99， 那买24个月买2年的呢是 31.99， 那买4年的呢是23块9毛9。如果你确定你的网站是要长期运营下去的话，可以选择一个更长时间的一个套餐，因为你购买的时间越长了，它就越优惠越划算。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新品牌或者说新网站的话，不确定未来要做多久，那可以考虑呢选择购买1年的套餐。可以看到，因为买1年的套餐呢，它还免费可以赠送1年的域名，可以免费赠送1年的域名使用权。如果你是稳定的一个网站你是要长期做，那就建议你买48个月直接勾选这里，然后下面呢就开始，那下面呢就直接进行购买。这里可以看到你需要填一个 email 邮箱再把你的密码输入这里呢可以直接填一个谷歌邮箱就可以。那登录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看到这里有费用有一个信用卡，有国内的一个支付宝，这儿呢还有一个银联再往下呢还有一个 PayPal 这多种支付方式。那特别是对于我们国内的伙伴呢，我们直接拿手机呢就能进行付款。接下来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简单的功能，这里每日备份3个它还额外赠送3个月，有一个免费的域名，还有一个域名的一个隐私保护。接下来可以填一下你的信息、电话还有国家、地区等等。填完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支付的一个费用这里原本是要5000多，结果折后价之后只需要1000多。你这里呢直接选一个支付宝这里可以看到这后面呢有一个30天退款保障不用担心买完之后如果说不想要
30天内呢都是可以进行一个退款。那这里可以直接提交安全付款。这儿可以看到了，选择继续购买。那当你购买完成后呢，因为我这里呢已经购买过了哈，我这边就不再给大家进行操作了，我这儿简单的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么你购买完成之后呢，你会收到一封 Hostinger 的一个邮箱验证邮件。那么你可以点击邮件进去呢，那你可以点击链接呢进去啊，进行一个验证就可以了。第一次登录是需要设置一个密码。那如果大家还是不会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如何进行 Hostinger 的一个邮箱验证啊，这样的教程非常的多。那么购买成功之后呢，你也会获得你的一个域名。那激活之后呢，那当你把你的主机激活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主页，那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 Hostinger 的一个主页。那主页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选择一个网站啊，这里呢选择一个添加网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啊，它这里呢有3个选择。第一个呢是利用一个 WordPress 制作一个网站。那第二个呢是用 Hostinger 的一个 AI 呢帮你搭建一个网站。那第3个呢是你可以从外部迁入你的一个网站啊，比如说你有其他的网站，你可以直接迁移过来啊。这里上一期的教程呢，我已经给大家分享过如何用 AI 建站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也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我们这里呢直接点击这个灵活定制，点击进来。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登录，你需要设置一个密码，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需要填入你的一个电子邮件。那这上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个语言啊，我这儿选的是一个中文。那接下来呢，它还需要你设置一个密码，当然这个密码的要求呢就非常的高啊，因为涉及到一个安全，它里面包含这些一个数字啊，一个小写字符，使用一个8到50个字符，一个符号，还有一个大写，一个拉丁符号。那当你输入的时候不通过，那你就看一下缺少了什么，那你就可以把它进行这下面呢，把它再补充一下。你可以点击下一个，你想建立什么网站的类型啊？你想建立一个什么类型的网站啊？你这里可以拉下来看一下。这里呢，我选择一个博客，我们点击下一步。那这呢，它有告诉你一个预建模板它就是有一些现成的网版，具有预先设计的一些页面、图像和内容，就相当于它已经有了一个模型。下面这个呢，就是一个标准的主题，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或者说你也可以直接选择跳过。这里呢，它问你是想要为你的博客预选插件吗？就是问你需不需要安装插件。那这里呢，我们先选一个不我想手动选择插件，那不然它可能会自动给你安插一些插件进去。然后点下一步。那这里呢，它提供了一些插件它问你想添加哪些插件到你的博客。那么这里呢，我们直接点跳过。这里呢，它问你想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个博客内容吗？它可以智能帮你生成，用 AI 帮你生成。这里呢，我们不需要，我们直接点跳过。这里呢，你需要填一个域名你准备为你的输入你想要的域名。那这里呢，如果说你购买了1年的主机服务那它会赠送你一个域名使用权这里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域名呢给它输入进去。 OK 填进去之后，它正在创建一个网站。那接下来呢，那么提交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可以看到它正在创建。那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这边呢有一些功能这边有一些功能。那这边呢是它的一个仪表板。那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点这个管理面板它就会跳转到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 OK， 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那么同样，当你来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如果说你显示的是一个英文的话，你可以先进这个设置里面进去，在这里呢把这个语言呢可以把它改成一个简体中文。那改好之后呢，你的页面就会和我一样。那在这个上面呢，你可以给你的站点呢取一个标题比如说跟你的一个，这里呢我就输入一个小于2。那你这里呢还可以给它取一个副标题。下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个站点图标。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成员资格哈，任何人都可以注册。那这个地方我们一定不要勾选。那包括这个订阅者这里呢，如果说有人加入，我们就选一个订阅者啊，不要把它选成一个管理了。这个是一个时区的一个设置啊，可以看到这下面是一个时间的设置啊，你可以更改。好了之后呢，保存更改。那回到我们的仪表盘，这儿可能有的伙伴呢，一时半会儿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后台，进入这个 WordPress 的后台呢也非常的容易。那你可以在这个网址后面加入一个WP-ADMEN， 然后按个 Enter 键啊，这样它也可以来到后台。那么这里你直接登录一下，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啊，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建站了。这里呢，我也建议大家呢，把你的一个后台网址给它收藏起来。那这里你可以直接点这个五角星，点击一个保存，这儿你可以编辑一下，比如说是一个在这前面呢输入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啊，然后点击一个完成。那么你每次呢就可以在这个收藏里面来找到它啊，可以在这下面来找到你的收藏。这样呢，我们每次打开的话就不会那么复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仪表盘哈，这边呢是一个功能。仪表盘呢现在可以看到它有点乱，东西有点多。那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给它关掉，不再显示。接下来呢，我们点这个显示选项啊，这些呢我们现在都不需要啊，我们先把它隐藏起来。OK， 然后把它按钮把它放上去。那现在看到这里就干净多了。接下来你也可以打开这个文章，它里面有一些默认的文章，那这个呢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可以把它勾选啊，直接把它移至回收站。那这儿我们在回收站来找一下，勾选一下啊，直接把它删除，也是帮我们腾出一些空间啊，避免一些那没用的它在里面占我们的内存。我们再看一下页面，那页面这里可以看到呢，它也有啊，这里如果说你不需要，同样的方法移至回收站进行一个删除就可以，尽量让我们的后台呢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外观，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主题。如果说你不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进行删除，因为你把它留在这个 WordPress 里面的话，它也会占用你的空间啊，文件太多的话还会拖慢你的速度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来把它删掉。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打开，这里我们右键点击把它放大，下面这里有一个删除啊，点击确认删除。那同样的我们还是把它删除。这里的话我先留着这两个主题，那等一下我们安装好我们需要的主题以后呢，我们可以再回来把这个主题给它删除掉。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插件，那这个其实是WordPress 它默认帮我们装的一些插件，那可以看到有用的呢就留着啊，没用的那我们这里直接点击把它删除，先勾选再禁用，禁用之后呢直接勾选啊删除，确认删除。那这个 Hostinger 这个插件我就先给它留着。接下来回到仪表板，那我们尽量呢要保持我们 Hostinger 的一个干净清爽啊，把不要的东西呢都给它全部禁用或者删除掉。那这样对我们的网站速度呢，或者说我们后台的一个安全呢，都是比较有帮助的。这里呢再补充一点，我们打开这个设置，那我这里补充一点，我们打开这个评论。那这里呢我们补充一点，要打开一个，那么我们在点击设置下面呢，这里有一个评论。那如果说我们是刚开始做的话，我建议呢，我们先把这个允许他人在新文章上发表评论，把这个给它关掉。那可以等到后续我们的网站呢运行正常以后呢，通过一些安全设置以后，那我们再来把它打开啊，这里一定要先把它关掉。那这里呢要保存一下更改。